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的是这个创伤修复的儿童与青少年篇。在孩子经历压力或创伤时，他们的表现往往和大人不太一样。有些孩子会变得更安静、更黏人，或是更容易情绪爆发。这不一定是行为问题，而可能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内在的感受。孩子的创伤常常会用行为来表现。和成人不一样的是，孩子不一定会说我很焦虑，我很难过，他们比较可能是发脾气、退缩、不想上学。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这行为背后的情绪。对孩子来说呢，我们可以怎么来帮助他们？或许你们可以借着音乐与节奏，借着音乐治疗，让他们有一种自然放松的疗愈。比如说听音乐、打节奏或是唱歌，帮助他们用一种与身体配合的方式来抒发他们的情绪。那这为什么会有效呢？因为节奏可以帮助稳定情绪和身体的状态。接着呢，你也可以借着游戏与创作来帮助孩子，因为孩子最自然的表达方式就是玩，透过角色扮演、画画或是说故事，让他们演出内在的感受。这时候我们大人不需要太多的解释，只需要陪伴与观察。第四呢，建议要建立一种安全的依附关系。对孩子来说，很重要的是有人在，一个稳定的照顾者，可预测的生活，以及情绪被接住的感觉。这会让孩子慢慢感觉到世界是安全的。那什么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呢？如果孩子他们出现长期退缩、持续的情绪低落、睡眠或饮食明显的改变，以及最重要也是我们最害怕看到的自我伤害行为，这时候建议立刻寻求专业的协助。不是因为孩子有问题，而是需要更多的支持来帮助他走出来。孩子的复原力其实很强，但前提是他们不是一个人面对。当有一个稳定的大人愿意陪着他，修复就有可能会发生。所以亲爱的家长，如果你们在自己的身上没有办法来这样子的陪伴修复的话，我们这里很乐意提供这样的帮助，希望你们尽快的跟我们联系，或者是找附近的这个专业协助，以免有更多不好的事情发生。但是最后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、健康喜乐，下次见。